多次得想跑门儿都没有。被手指指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只见外国冠军捂着碎裂的下巴蹲在地上怀疑人生。这个在擂台上使出一阳指的中国小伙可不简单，他就是被誉为地狱魔童的崔留才，拥有恐怖的18战18胜18次终结的战绩。面对来滑踢馆的外国冠军，他可不管对手是柔术高手还是站立格斗冠军，通通都逃脱不了被崔留才暴揍的命运，不是被掰断胳膊，就是被按在地上打得鼻青脸肿。就在崔留才在国际擂台越战越勇之际，突然杀出来了一位号称自己是打不倒击不倒的站立格斗高手，他叫拉兹盖尔迪，来自土库曼斯坦，纵横拳坛20多年从未被击倒过，只有他击倒别人的精彩片段。除此之外，任何人都无法将奥拉兹盖尔迪快速击倒终结。坚硬的身躯和强大的作战意识，让他在国际擂台上勇夺6连胜。面对18连胜不败的崔留才，盖尔迪发誓一定会在第1回合结束前终结崔留才的连胜战绩，让其丧失全部的荣誉，回到农村老家去种地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崔留才的精彩表现。红色短裤是中国地狱魔童崔留才，黑色短裤是格斗高手盖尔迪。崔留才之所以在同级别当中一直稳居排名第1，那是因为他有邱建良和铁英华的帮助，并且魏睿还会帮助崔留才弥补战力上面的缺陷。多年的磨练与打拼，让这位年纪轻轻的小伙子成为了擂台霸主。18战18胜的战绩更是让众人感到闻风丧胆。盖尔迪的战力虽然打得很凶，但并没有什么用。战术打法全面的崔留才丝毫不惧眼前这位格斗高手。前后手的这个程式化很明显。对，盖尔迪啊，在中国也是经常打比赛，身材呢比较强壮，在这个级别是的。对，然后呢，他其实刚才也说了，是比较擅长地面缠斗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刚才呢，王一博老师也专门说到了这个崔留才，崔留才呢，在进入地面的时候呢，他的这个要看看今天能不能通过盖尔迪的考验。最近小崔有一些收敛了啊，这个之前为了这个明确自己的风格，就是抓住腿就锁，最近开始这个延展到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盖尔迪所实施的一系列进攻招式都很幼稚，崔留才只需略微出手就可以轻松化解，就算命中了崔留才的脑袋，那也不会在第一时间给崔留才制造巨大威胁。此时的盖尔迪很想对崔留才发起猛烈进攻，碍于崔留才是一位站立地面双修的格斗战士，盖尔迪并不敢对崔留才怎么样，多次的试探动作非但没有震慑住崔留才，并且还让崔留才顺理成章找到了盖尔迪的防守漏洞。讨厌这个别人在他面前吃东西啊！哟，小心！哇，一个摆拳，崔留才摇闪开，左腿的扫踢太近了，所以刚才那个闪还是非常及时的。两个人目前都没有给对方造成实质性的这个进攻。但是相对来说，盖尔迪还中了一个崔留才一个重拳呢，给了崔留才一个漂亮连续的2个前刺拳打中崔留才，前后手留才要想想办法了。对这个，我们看到他在上来之后连续的这种方式多次得手，小手一指生死难料，下一秒盖尔迪的下巴就被崔留才无情打碎。十分简单的一个小牛式刀，顷刻间就把格斗高手盖尔迪终结。格斗高手盖尔迪也没有在擂台上发挥出他的格斗招式，还在处于试探的时候就被崔留才无情摧毁。这或许就是来自地狱魔童的威慑力。刚才呢确实就像一杆狙击枪一样，埋伏蛰伏了很久，等着一击毙命。在前面的比赛，我们看到盖尔迪基本上是在压制着崔留才，在打各种拳法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慢放，我点一下左腿的跳膝，盖尔迪直接放弃。接下来崔留才所迎战的对手同样不简单，此人就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的阿里丁奥瑞夫。28胜1负的战绩足以让他成为一方霸主，没想到他偏偏要来到中国拳坛立足，首次来滑踢馆还遇到了地狱魔童崔留才。崔留才遇到与自己实力几乎相等的选手，别提内心有多高兴了。高手之间过招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。突然发现崔留才好像没有什么瓶颈，战力可以请教邱建良，战术打法可以请教铁英华和魏睿。有了这3位的大神加盟，崔留才想不强都很难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崔留才的精彩表现。红色短裤是地狱魔童崔留才，红白短裤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的阿里丁。双方一上来表现得极其谨慎，完全不会因为双方实力相差不大而发生太多的肢体接触。柔术出身的崔留才并不擅长打地面，而是喜欢与对手在站立展开对抗。真要是到了地面缠斗，崔留才照样一点都不怂。跟随邱建良学习多年的崔留才，站立格斗技术有了明显的提升，再加上他那蛮横不讲理的地面缠斗技术，崔留才无论是在站立还是在地面缠斗都拥有很强大的统治力。说被火烧过才能出现凤凰啊。
崔刘才目前并不太着急。哦，抱腿了，对方主动的要进地面，两个人靠在绳圈边上，崔刘才在往外撤。奥瑞弗在尽量把自己的两个把位能控制在一起。崔刘才的右臂已经插在了奥瑞弗的内把位。对，你看现在这个奥瑞弗的这个整个的角度，就是把全身的这个力量借助这个角度压在崔刘才身上。但由于是绳圈呀，这个是有弹性的，所以对奥瑞弗来说，并不如像铁笼那样就无延展性的位置更容易把崔刘才控制住。给一拳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过后，崔刘才逐渐适应了比赛环境和比赛节奏，时时刻刻的身体虚晃加上变幻万千的作战打法，很快就让阿里丁感受到了压力所在。最终阿里丁实在是忍不了，果断实施了一招下前抱摔，奈何崔刘才早就有了防范。再一次与阿里丁展开了说激烈也激烈，说不激烈也不激烈的内围缠抱环节。崔刘才最一开始接触的就是柔术摔跤，所以崔刘才自然不会畏惧阿里丁所实施的内围缠抱和地面缠斗。奥瑞弗已经第3次低位抱摔，但都没有成功，啊！崔刘才两个下把位已经搭进去了，因为从肌肉维度上和力量上来看，崔刘才应该还是占一些优势的。抱住单腿，但他抱住单腿的时候，崔刘才已经把腿防守住，双腿还往绳圈靠，是靠住了。崔刘才有挂绳圈的嫌疑，裁判把手打掉了。哎，把自己的狗腿，崔刘才选择防守，抱摔成功，进入地面。这个时机掌握的很好。奥瑞弗想搭封闭防守，但是后面已经没空间了啊。崔刘才现在被对方抱在怀里，很难布置。下一步应该是压对方的脸，把自己的身体支起来，没错。我们看两手拿到上方压制位的崔刘才果断开启攻击模式，小铁拳疯狂攻击着阿里丁的脑袋，连续的进攻并没有摧毁阿里丁的防御，并且还激发了阿里丁体内仅存的爆发力。无论阿里丁如何挣扎，都很难挣脱崔刘才的束缚。不管怎么说，崔刘才也是摔跤柔术出身，及时轻易被阿里丁轻松化解此次危机。卡镜啊，这些方式都是为了让对方把手放开。崔刘才在地面砸击还是很注意技巧的，击斧击头的相互掩护，碰着对方脖颈把距离拉开。奥瑞弗想抬腿，但太明显了。宰相再次抱住。护齿掉了。这个时候如果不回到一个稳定的位置，裁判可能不会要求选手带回护齿。崔刘才发怒谁也拦不住，面对正在是实施所击的阿里丁，果断与阿里丁拉开了位置距离，尽量不给阿里丁实施任何有效进攻的机会。拥有千斤之力的重拳也没闲着，随时都能要了阿里丁的小命。别看拳头力度不大，真要是打在要害部位，阿里丁随时都有可能睡在擂台上。崔刘才是控着一只手把这个位移拉出来去打，这个在比赛规则里依然是允许。摆拳，再摆，再摆，连续的摆拳、砸拳。哦，这个节奏很连贯了啊，这个很可怕了。我觉得要叫停了。是，奥瑞弗已经没什么动作了。对，翻起来了，又做了个前滚翻，但是依然在被砸击。这个时候裁判应该会叫停了。对，因为没有什么反击的动作了，完全是在被动的。裁判已经在看了，已经在看了，已经在看了。崔刘才也太狠了，直接把柔术冠军阿里丁按在上抱走，打得他毫无反手之力，甚至连最基本的反抗机会都没有。裁判也在一旁仔细观察阿里丁的动向，生怕崔刘才不顾规则限制将阿里丁打死在擂台上。不抵抗了啊，叫停了啊，叫停了。这。下面宣布比赛结果。最终崔刘才获得了胜利，不幸的是眼睛也跟着受了伤，甚至要准备放弃比赛，准备认输。顽强的意志力和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，
才让崔留才坚持到了最后获得了胜利。比赛结束后，崔留才右眼迟迟无法睁开。但是第二回合刚开局呢，挨了对方一个持拳，导致我右眼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，黑的，全是黑的。整整一回合，第3回合我都没发出来。第2回合结束的时候，我想过放弃，我说算了，不打不了了，因为眼睛什么都看不到了，到现在都看不到东西。医生在给崔留才做简单的检查后，崔留才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。经过医院专业设备检测，确诊崔留才为眼眶粉碎性骨折。病情虽然严重，但是不会伤及眼睛。接下来才是崔留才的高光时刻，直接使用了一招十字固掰断了世界冠军的手臂。18战18胜18次终结的战绩实至名归，一晚 KO 3位世界冠军，彻底让崔留才的名字响彻整个中华大地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崔留才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